Hello，大家好！一年一度的星战月又到了，这次绝地陆克一样有复刻，所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绝地陆克的玩法。这个影片要跟大家分享6刀的玩法。我滑的其实没有非常稳定，金币可以超过2万，所以这个角色其实有很大的潜能，非常推荐可以入手并练习。这个角色的基础玩法是5刀。想要先练5刀的玩家，可以看我之前拍的5刀的教学影片，连结放在影片的说明栏。那6刀的玩法，就是在这5刀开始之前，不集气的画第6刀。顺利的话，这个第6刀可以消除10到15个角色，所以我们就有更高的机会可以不间断的一直放技能。我用接下来的这次技能来做个说明。我通常会在技能开始之前就把手机倾斜，往左或往右都可以。我自己的习惯是向右倾斜大概30到45度角。那要记得，手机还是要维持垂直于地面，这样新的角色落下的速度才会比较快。开启技能之后 ，R2D2 会从画面的右上方丢一把光剑下来，光剑落到陆克手上之后，马上会出现一个绿色的光晕。一看到这个绿色光晕，马上不集气的往上滑出1刀，这个其实就是绝地陆克的第6刀。之后就是接我们原本的5刀的玩法，向上挥刀之前都要集气，要等绿色光圈缩到最小再往上挥刀。挥刀的位置是风扇跟暂停键的位置，集气正确的话，应该要可以消除到25个角色，所以在理想状态下，5刀可以消除125个角色，加上第6刀的10个角色，一次技能应该要能消除掉135个角色。如果所有角色的出现几率一样，135个角色之中要有1/4是绝地陆克，所以理论上要消除掉33个绝地陆克。我们只需要消除20个绝地陆克就能放技能。所以在完美的情况下是可以不间断的一直释放技能的，不过这需要一点运气，而且手也要够稳，每刀都画得差不多才有办法达到。以上就是绝地陆克的6刀玩法。那另外还有一些可以让你的成绩更好的小细节，这里也跟大家说明一下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不停的按技能键，绝地陆克的技能开始之后，画面仍会持续的移动，所以并不会有技能放空的情形。不停的按技能键，可以确保我们在技能条一满的时候就把技能放出去。这样已经连接但是还没有消除的角色，可以被计算到下一次的技能条里面。像现在这个暂停画面里面，红圈圈起来的部分，是在我放完技能之后，马上又累积了大概1/8左右的技能条，也就是我在每个影片里面几乎都会提到的 Overcharge 的技巧。技能放出去后，马上累积的技能条越多，就可以更容易点亮下一次的技能条。举例来说，如果我放完技能之后有多累积了5个绝地陆克，那表示我接下来只要再消除15个绝地陆克，我就可以再次释放技能。那如果在这一次的技能期间很幸运的出了20个绝地陆克，那我又可以把多出来的5个绝地陆克累积到下一次的技能里面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，让接下来的每一次技能都累积得更容易。这就是第一个小技巧，狂点技能键并完成 Overcharge。第二个小技巧就是优先消除绝地陆克。就算现在画面上有很明显的长链，其实也可以不用理它。因为我们平常要连接长链，主要是希望看能不能出时间泡泡。一个时间泡泡可以增加游戏时间2秒钟。但是绝地陆克的技能在放完之后，就算没有马上进入下一次的技能，应该也离点亮下一次的技能非常接近了。有可能只差3到5个角色就可以放技能。所以我们只要花半秒钟到1秒钟连一串绝地陆克，赶快点亮技能，开始下一次的6刀，会是 CP 值比较高的做法。连一个长串，如果画面上面没有泡泡的话，就没有办法马上消除这一大长串。等这个长串自行消除完，有可能会浪费3到5秒以上。除非画面上没有马上可以消除的绝地陆克，我才会去消除其他的角色。第3个技巧，刚刚前面其实有提过，
就是在光剑掉下来之前，就先把手指按在准备要挥刀的位置，这样可以确保绝地陆克周围的绿色光晕一出现的时候，马上把刀挥出去。最后一个是大家可以在影片中看到我有带黑色的指套，用关键字电竞指套去搜寻，就可以找到一大堆的产品，有贵的也有便宜的。我买的这个一对才5-6块而已。戴指套可以预防手汗，可以让萤幕的灵敏度比较好一些，也会让萤幕变得比较好滑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在这个影片里面，大家其实可以仔细看，有很多次的技能都没有消到20个以上，可能只有10几个或是个位数个。这应该是长按击气的时候没有击好，可能跟萤幕的灵敏度有关。戴指套玩或者是用触控笔玩，这个状况会改善蛮多的。这个影片结束之后，后面还有另一段影片是用触控笔玩的，金币也有达到2万以上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最后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用大拇指滑。其实我之前都是用食指滑的。用食指滑的话，整只手机的重量都会在左手，萤幕倾斜的控制也都是靠左手。绝地陆克玩一场至少要5-6分钟以上，一场都还没玩完我手就酸了。用大拇指滑的方法是我看了几个影片学来的，实际测试过后觉得非常好用。这个方法可以用中指、无名指和小指顶在手机的右上角来稳定手机，也可以协助控制手机倾斜的角度。有右手可以分摊手机的重量之后，玩起来舒适很多。比较明显的缺点是我个人对大拇指的控制比较不好一些，所以没有办法维持挥刀的角度完全平行手机的边缘。还有这样子的视线角度，比较没有办法看清楚绿色的圆圈缩到最小的时机，所以其实我大部分都是用听的。从击气到刀挥出去的时间大约是1秒钟，可以记住这个节奏感，就不用一直盯着萤幕看。绝地陆克是在金币排行榜上双 S 级第1名的角色，仅次于3S 级的3个角色，总排行是第4名，已经维持蛮久了，都没有被新角色比下去，分数和金币的上限都蛮高的。在这个影片中，我也有很多的小失误，包括连线没有连好滑空的，手机角度没有转好，或是击气没有击好，一刀挥出去只有个位数的，时机没有抓好，太早或太晚，第1刀或者是说第6刀没有挥到的，还有不小心点到风扇或暂停的。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没有办法维持每一刀都平行手机的边缘。如果可以更稳定，少掉这些失误的话，成绩应该可以再更好。所以虽然这个角色玩起来没有那么容易，需要一点练习，但还是非常推荐可以入手来练练看。当初我刚拿到满季的绝地陆克，道具全开的情况下玩的第1场，总共赚了450金而已。所以大家不用气馁，多多练习，抓到诀窍之后，绝地陆克真的算是很棒的农金币的角色。那在这场游戏中，在我加时间之前，基础金币其实已经破2万了。这也是我玩到目前为止金币可以破2万的唯一一只角色。有在精选盒子看到绝地陆克的话，记得要抽哦。准备大概1200万的金币，就可以把整个蓝盒子抽满，直接入手满季的绝地陆克的机会别错过了。另外，绝地陆克的技能时间跟技能等级无关，技能等级主要的差别是挥刀的消除范围。所以如果已经有抽到技能等级4以上，就可以开始练练看了。玩法和节奏都是一样的。依据群友之前的经验分享，季5的绝地陆克大概可以一场赚到8000金左右。接下来的这个影片是用触控笔玩的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倾斜手机的时候是有拿东西垫在下面的，这样可以让左手休息一下，也可以让手机比较稳定。我是拿了一叠空的 CD 盒，可以调整高度，
那大家随便想要拿什么东西垫，只要高度适合就都可以。用触控笔玩的话，绿色的光圈可以看得非常清楚，所以可以用看的来控制集气的时间。记得要等光圈缩到最小，再往上滑。绝地陆克的教学就说明到这边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。